中国防长访问俄罗斯，美国媒体称中国要间接向俄提供军事援助，这可能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延绍。被美国制裁的中国新任国防部长李尚福近日访问了俄罗斯，这原本只是中俄军事互动的正常现象，但是对于想抹黑中国、将会军援俄罗斯的美国来说，似乎又看到了机会。美国外交官杂志发文称，中国正在解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火短缺问题，需要找到把中国武器送到前线更安全的方法。这篇文章称，在今年2到3月份，欧美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可能计划向俄罗斯提供武器。然后拜登本人表示，中国不会提供武器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努力。中国政府消息人士强烈驳斥了有关正在考虑采取此类行动的说法。其实，从伊朗无人机被用于俄乌冲突起，只要在乌克兰战场上出现的新武器，一旦被乌军所获得，西方就能达到有关供应链、军工制造的详细信息。所以，中国为了避免军工企业成为被制裁的对象，不大可能提供武器给俄罗斯军队使用。美刊还认为，中国不会军援俄罗斯，但是也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的全面失败。中国现在面临着既要防止俄罗斯战败，又要保持对俄乌冲突的原则性中立立场，以及维持与西方国家的正常关系等诸多问题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美国专家认为，中国有可能会通过几项创造性的武器转让政策来解决难题。也就是以那些已经受到制裁的国家，比如伊朗进行军火贸易，然后呢，再让这些国家将自身军队使用的武器交给俄罗斯。例如，伊朗可以大量引进中国的 VT4 或960坦克，放弃其数百辆俄罗斯提供的 T72坦克，并将它们转交给俄军。朝鲜可能也是一个候选者，尤其是在火炮等关键领域，朝鲜的库存比较庞大，可以向俄罗斯提供大量的炮弹。不过，如果中国对朝鲜出口武器，会受到联合国武器禁运的限制。第二个办法是，中国可以向俄罗斯军队在叙利亚、非洲活动的部队提供军事装备，以便让俄军将这些部队原本使用的俄制武器送上前线。美国人认为，只要中国采取变通的方式支持俄罗斯，俄军将有更多的现役武器用于乌克兰战场。这远比翻新一些爷爷级别的 T54坦克要靠谱得多。在过去多年，中俄不断进行的联合演习已经为俄军直接使用中国武器打下了基础。俄罗斯完全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后再将这些武器还给中国。只要中国武器不上乌克兰战场，就不算是中国军援了俄罗斯。当然，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中国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，或直接用于武器制造的零部件，而是提供能够加速武器生产的机床等重要设备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中国有可能采取变通的方法军援俄罗斯吗？答案是根本不可能。首先，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或许难以取胜，但是不存在大溃败的风险。这场战争原本就是俄罗斯自己要面对的，也就是说，这场战争与中国无关。中国当然不希望俄罗斯军队大败，而且呢，也认为俄军不会大败，因为俄罗斯完全有这个军事能力，但需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问题。其次，中国不军援俄罗斯是基本国策，只要将武器交给俄军，就面临被拖下水的可能。我们不会冒这个风险。只要中国将任何武器交给俄罗斯军队，就算俄方承诺不会用于乌克兰战场，我们也不会放心，因为谁也无法预测乌克兰战场的走向。真到了危机的时候，任何承诺都不靠谱。最后，西方所说的几个办法，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行，比如向俄罗斯军工企业出口机床，这个当然没问题。向伊朗出口武器，这个当然也没有问题，但是一定不能存在与俄罗斯的幕后交易，因为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建立在拥有良好信誉的基础上的。这种事儿只要做了，就会有损中国中立的形象。再说，伊朗当前似乎也没有要买 VT4、VT5坦克的意愿，
而且中国坦克也不是白给的，这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。总体而言，中国不军援俄罗斯，也不存在变通的可能。西方国家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到焦虑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，我们不必理会。中国与俄罗斯军队发展正常的军事交流，是两国战略互信的体现，这是我们的权利，谁也无法阻止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